伊利亚·苏斯克维曾经是撬动现代 AI 浪潮的关键支点。作为星盾的门生，他参与提出的 AlexNet 改变了深度学习的命运。作为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他却又因为理念之争卷入了那场举世瞩目的激烈宫斗。这些故事我们都曾经讲述过。而如今，在2024年离开 OpenAI，创立 SSI，并全心投入安全 AGI 研究之后，这位始终走在技术与人工智能前沿的思考者，究竟看到了怎样的未来？就在上个月，2025年11月25日，伊利亚罕见地接受了德瓦尔凯什·帕特尔长达1个半小时的深度访谈，坦诚地分享了他对当前 AI 根本局限性的剖析，以及通往下一阶段的关键方向。这一次，他带来了哪些颠覆性的思考和预见呢？伊利亚的这个采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100多万的观看量，说明他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主持人首先问他说：“现在的 AI 非常受到新闻的关注，但是在生活上还有经济发展上面，它的表现力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问他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伊利亚就发明了一个词语，说这是锯齿状的能力边界。具体的来说，就是你让一个 AI 模型去替你写代码，它写完了，但是有一个小错误，你就指出了这个错误，让它去修改。AI 就说：“天哪，你说的太对了，我立刻就去修改。”结果他修改了第一个错误，同时又引入了第二个错误。你再跟他指出来，他就说：“天哪，你说的对，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结果他改正了第二个错误，又把第一个错误给改了回来，就这样的反复的犯错误。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有那么惊人的表现，为什么在某种场景依然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伊利亚提出了2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因为当前的强化学习的副作用，特别是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让模型变得过于专注和狭隘，特别愿意去刷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某个评估的标准，模型在预训练当中就被无意的针对性的过度的训练了。他做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事情，就假如说生活当中要有2个学生。A 学生特别想成为顶级的编程竞赛的高手，他就练习了1万个小时，用题海战术的方法去背诵了所有的算法，还有证明的技巧。他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冠军。还有一个 B 学生，他对编程也是非常感兴趣，他只练习了100个小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暗示说，B 学生拥有更好的理解力和泛化能力，在职场当中更加具有潜力。而我们现在的 AI 模型是学生 A 的极端的版本。我们不仅搜集了网上所有的已知竞赛的题目，还用数据增强的办法生出了更多的题目来训练它。经过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当然是可以获得高分，但他如果想要把这种能力迁移到泛化到其他地方，就需要品味和判断力。所以他觉得当前的对于评测的过度优化是导致模型本身的泛化能力不够强的原因。那么 AI 的预训练和人类的长期学习或者是进化有什么区别呢？伊利亚说，他觉得 AI 的预训练和人类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神经科学家常常通过研究脑部不同部位受损的人来了解大脑。他读到过一个案例，是有一个人经历了某种脑损伤、中风或者是事故之后，他的情绪处理被中断了，于是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感知任何的情绪了。不过，这个人依然是口齿伶俐，能够解谜题，逻辑测试也表现得非常没有问题。这个人只有在做决策这件事情上突然表现得非常的糟糕，他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去决定穿哪双袜子。他做的财务决策也非常糟。这个事情就和我们平常感知的非常不一样。我们平常都说工作当中是尽量要客观，不要带入情绪。所以我一开始就以为这个人会突然变得雷厉风行，非常快准狠地做决策，结果是刚刚好相反。这个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就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叫加比吉福茨，
在2011年的时候，他被露天枪击，那颗子弹就入射到他左眼上方1英寸的地方，穿透了他的大脑。后来他就得了失语症，没有办法说话，而且右臂也瘫痪了。更加奇葩的是，他虽然不能够说话，但是能够唱歌。后来他就用唱歌的方式训练自己，居然恢复了说话的功能。后来他还因此是拍了一个纪录片。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音乐这件事情。人的大脑还是非常奇妙的。话说回伊利尔，他就提出有没有可能我们人类的功能很大程度是被情绪调节的，而且这种情绪是被进化硬编码的。我觉得这个也有点道理。比如说，我们平时比较容易记得生活当中特别开心或者特别悲伤的事情，但如果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就不太会记得它。还有一种对于特别热爱的事情或者特别讨厌的事情，我们做决策往往就会更加快。而后，他们谈到了 scaling 扩展以及规模化的问题。伊列是 ChatGPT 早期研发者之一，也是 scaling 的推动者，也就是那种靠堆算力和数据来获得更好效果的方法。这种大力出奇迹的方法非常受欢迎，因为它给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既是低风险又能高回报的方式。不过这一次，他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他觉得2012年到2020年是研究的时代，2020到2025是扩展的规模化的时代。而现在因为边际效应的递减，他觉得可能需要寻找新的数据和训练方法的配方，也就是开启新的一个研究时代。之后，他举了一个年轻人在10小时内就可以学会开车的例子，再一次来说明人类在某些方面比 AI 的学习能力强很多，而且是再一次提到了价值函数的事情。听起来他是挺关心这两件事儿的。对于 AGI 这个话题，他提出了对于这个词语定义的反思。他觉得最早这个词语是针对 narrow AI 狭义 AI 提出的，比如有些早期的 AI 是只会下棋，他们用 AGI 作为一个区分。后来人们对于 AGI 的想象就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去训练，获得一个全知全能的模型。但他觉得这种想象是过头了，因为即便人类自己也并不属于这一类型。我们人类拥有的是基本的技能，然后根据个人的愿望和需求，通过持续学习的方式去学习绝大多数的技能的。他觉得自己追求的 AGI 或者说是超级智能，不是一个静态的全知的成品，而是更像一个15岁渴望学习的少年。这个少年是既可以去当程序员，也可以去当医生，可以学习任何东西。它不是一个成品，而是一个可以被部署后不断学习、不断试错的进程。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理解方式，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方式，我会觉得 AGI 更像是一个看过了人类上千年历史，甚至是地球几十亿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博学广识的、历经沧桑的老人。而伊列的这种描述是把它比作了一个拥有超级学习能力的、具有各种潜能的15岁少年。它可以像人类员工一样被部署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工作当中学习特定领域的技能，而且最终有可能可以合并他们的学习成果和能力。他觉得这种模式非常有机会带来经济上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规则相对友好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也会更快。关于 AI 安全和对齐，他提到了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构建关心感知生命的 AI，而不仅仅是人类。不过，主持人也挑战了他的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未来的 AI 是关心感知生命，那个世界可能就不由人类掌控了。另外，伊利亚也提到了通过渐进部署的方法，让社会逐步感应和理解 AI 的能力，以及限制最强大的 AI 的机制。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自己不太喜欢的，但可能是最终解决方案的 Neuralink 加加，也就是人类和 AI 的神经融合，也就是半机半人的那种模式。最后，他谈到了自己的研究品味和灵感来源，这个部分我听了2遍。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对杨丽坤的采访，他提到了辛顿的 taste 很好，而在另外一个视频里，我看到辛顿说伊利尔的科学灵感很好，我就很好奇这个问题。那伊列的回答说，他是通过正确的思考人是怎么样的来想象 AI 应该是怎么样的，他就是以这种审美去判断的。比如说，人工神经元的概念是受到人类大脑的启发，以及分布式的表征，以及从经验当中学习，都是借鉴了对于人脑的正确的理解。他说他会去从多个方向思考，同时追求美、简洁、优雅，还有对于大脑的正确灵感。当这些元素越多的时候，他就越有信心。这种自上而下的信念，使他即便实验不理想的时候，依然有相信这个方向，并且继续下去的强烈信心。我是能够意会他说的话，他就是说是由美学还有低性原理启发的这种自上而下的信念。但具体说怎么去感受，还有去体会他说的这些呢？如果你能够切身体会他说的话，那欢迎你给我讲讲这些到底是什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